又往头上一戴，就能接收宇宙的信号了。电影里边就是这样。说宜宾话吗？全部要放开，你看嘛。就我胖呗？不是，袋子只有这么长，这袋子做小了。它就是叫润物细无声啊，它就是油脂的快感。哎呦，这今晚上就3连了。你信有外星人吗？肯定有嘛。这个世界上，外来生物肯定存在。宇宙太大了。对。其实想想宇宙那么大，就没烦心事儿了。就不可能，就是我们想得到的跟想不到的都有可能发生。所以我坚信外星人存在。Well, we used to look up in the sky and wonder at our place in the stars. Now we just look down and worry about our place in the dirt.手劲真大呀 ！Hello， 小伙伴。Hello。对啊，哎呦，您这手劲儿是真大，哎呦，疼。这上一集啊，我们到了金沙江。今天啊，我们顺着金沙江继续往下走。到了这儿，金沙江跟岷江汇合，最终形成长江。这是哪儿呢？这就是宜宾。这金沙江就继续滚滚向前，到了这边之后呢，因为遇到了老君山啊，所以呢，它突然之间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，咔嚓一下就往东走了。往东流了之后，哎，又遇到了岷江，所以金沙江跟岷江汇合，在这里正式成为长江。这个城市横跨江两岸。每天夏日的时候啊，太阳出来之后，剧烈的太阳照晒着宽宽的江水，潮湿的程度可想而知。所以每天早上太阳爬上来之前，在菜市场里买菜、按摩。这是这一天仅有的凉爽时刻。您这摁了多少年了？有年头了吧？多少年了？啊，不多。啊。 30块钱。哦，我说多少年了？
你这弄了多少年了？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哎呀，在这里啊，我们这捏完之后啊，这排湿气出汗，就往前走，吃一顿当地最地道的燃面。你是外地过来的？对对。哦，这是1两还是2两？1两啊。有1两。你吃的这也是1两啊？我这儿也是1两，它可能2两就得大一点的。哦，得先挑匀。看呀，这上面这是花生碎，这是盐、小葱，下面还有辣椒。对。哎呦哎呦哦，你这是啥？我看你们都有。我给你弄啊。哎，好，谢谢。买就上。哦，你看人家当地人太热情了。这早，哎呦，谢谢您。嗯，它这个是我们这边夏天喝的那个老鹰茶，我们叫老鹰茶。哎，刚才那个黑色的那碗里那黑色是也是这个东西吗？你说看见黑色的啊，它可能跟酱油似的。它可能是那个面汤里边加了醋。哦，面汤加醋。我们这边的这个醋，有的人他就不往这个碗里边倒。哦。喝汤的时候就顺口喝一口。那你这面加醋了吗？我没加。哦。看个人这个。先尝一口啊，先尝一口啊，这早上起来1两面就够了啊。嗯。哦，能吃到辣吗？干爽，哦。我们正常，我印象里的这个面条是它是滑的，滑溜溜的，但是这个面条入嘴之后，它是粘口的，因为它油很大，然后那个花生还有那个芝麻，就是这个麻酱，然后还有这个辣椒，会在它粘住你舌头那一瞬间，同时爆发出来，很香，吃着很爽。然后马上我这个后背就开始出汗了，哎呦这，再喝一口这个，它叫这老君茶，好。您是我今天遇到的第一个，就是说话听普通话不会屏蔽的人啊。我们这边宜宾普遍，就比如说这些面馆，有很多就是这种小商贩，你和他说普通话，他照样回答你宜宾话。哦，正常的，都是正常的，普遍的就是这样。哦，你看这是普通话。我得拿点醋，我弄点醋试试。你这样让他给你这碗菜汤嘛，啊，这碗汤，面汤。哦，醋是不往这里边弄了。你可以往里面吃啊，但你也可以尝试一下。一般我们吃燃面，它是那个，是配一碗那个面汤，上面撒一点葱花。哦。当然有些店，它为了解这个辣度，有的是酸菜汤，有的是海带汤。哦，谢谢。我来弄点醋啊。这是醋啊。对。是吧？往这里倒啊。哦。你刚刚说看的那个颜色，可能就是这个。哦，明白了。明白了。算了，这烫啊。哦。往这里面也倒点试试啊。
加点醋解辣。这个燃面，我现在就吃了之后，就从胃到后背就开始燃，它就开始发汗。哎呦，什么人能吃2两？谁？他俩。牛！你要是出来打早点的啊？我说你是出来打早点的？对，打早点就是吃早饭的意思吗？不是，我说你拿了个锅，我说你说哦，你说这个买饭的是吧？我是这样的，平时上班之余，周末的时候，没事儿带一带，有很多全国各地来的外地的小朋友，找我去那个带他们去探索一下宇宙的信号，找一找外星人。啥？这是咋探索？你往头上一戴，就能接收宇宙的信号了。电影里边就是这样。说宜宾话吗？说宜宾话肯定跟带味儿。你就带人来这儿啊？对。当时那个房子里边，就慢一点。当时就是这儿有2个石狮子被搬移走了，他就天上突然打了一道光，有个异象。那个石狮子里边本来里边有颗猪猪，后来个猪猪就不在了。这个球在做这个石狮子的时候，这个球就是工匠拿钻子从这里面把它打好的，是拿不出来的，取不出来。然后你看这牙齿好是好的噻，这牙齿些都上好不好的。那球球咋个呢？你看，就啷奇怪。村里边很多人都看到这个异象了。然后当时主人公就站在这棵梨树下面，就他一直在说，他一直在等这个麻雀降临。有没有感觉啊？感受到外星人的信号没有？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，稳重一点，突破了50万粉丝大关。恭喜！啊，谢谢啊，恭喜！谢谢！恭喜！这有点风，还挺凉快。我感觉不到。每天就在画阵子，每天画。就这儿，他每天就在这儿，等一天画一笔，不等一天画一笔。哦。这后边这些阵子都是，我带大家来探寻找外星人那些小伙伴画的，这会也是越画越多。来一个人画一画还是画一幅？大多数人都是模仿那个拍照的时候都是比到这儿画，如果是来一群人画一个的话，可能这边墙都画满了。你来到这个大家都来找外星人这个地方，你带着这个锅儿，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宇宙的信号？有没有微妙的感觉到？不透气啊，肚子也有感觉。
借用下你家的厕所可以不？上个厕所，谢谢借用。一下你家厕所。这燃面太辣了。有没有听到一个啾啾的声音？哎呀，我去！这就是东京的牛郎街啊！跟丙叔一起大开大合。我这不爱吃肉。要不要一块儿吃个饭？回头。是鸟叫啊！我还以为只有我听到了。那我们去外边感受一下。好。这也是一个影子晃过去哈，过去了哦。对。那就是人就不一个影子就晃就过去了哈。看见的，是看见的，看见。看到那个白白的猪脚，白白的猪脚就在那个白人身上去了。这个娘娘就是当时看到当时有外星人那个异象那个娘娘，很多人都来采访她，当时就是看到了些啥子？你看到了啥？娘娘就麻烦你给他说一下。啥？不，疯子。就是当时疯子。就是当时这个那个石狮子那儿不是有道光落下来吗？你当时看到了啥子啊？那就是白白的猪猪。就看到个白白的猪猪。看到白白的猪猪，一下就看不到了。一下就看不到了。好奇怪哟。一下天就黑了，当时一下天就黑了，天就黑了就看不到了。看不到个白白的猪猪。这经常会有人来找您吗？那他们过来找您合影啊？很远了，不远。他说他们过来找你拍照一起合影。有。就是在去找外星人的。北京的人也来，哎呦，哪里的人都有。还有外国人啊？有外国人，拍电影有外国人。哪国的？哪里的人都有，甘肃人咯。您信有外星人吗？啊？您觉得有外星人吗？有，大有辨认那个人。他说啥？他说有，后边那我也没听清楚。是啥？说的是啥？你刚才说啥？后边的就是啥子？外国人，那个外国人呢？他问你，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外星人？外星人啥子外星人？就是那个猪猪。说那个白白的猪猪啊，那个白白的猪猪肯定是真的噻，看到一发时就看不到了，看不见了，好奇怪哟，真的奇怪。那这也是很多人来找娘娘的原因。就是采访他当时看到啥子。您相信有外星人吗？相信，肯定相信。是说。好，谢谢您。好。有人。我说你啊，你今天在那跑哦。大家有这个需求的嘛。啊？大家有这个需求的嘛。这儿呢，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带着鼓儿在这儿广播的地方，这是个广播站。孙一通。在这儿能够感受到一点宇宙的信号不嘛？
12点44，你感受一下。这个滚烫我知道。哎，小同学，你这儿有外星人吗？你这儿有外星人吗？也可以看一下我跟大家他们拍的这个视频。这个就是视频，电影里边就是这个素材。哦，那你们既然来了，要不你们也来一场？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我们来了解一下事情的整个过程。我们是好了，从宜宾沿着长江往下走大概20多公里，就到了一个千年古镇，上面写的牌子“李庄”。就这个码头啊，我们现在看它可能就会像一个旅游景点一样啊，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码头所在的位置也已经是了一个景区，但是在86年前，当年在上海同济还有复旦的学生，就是沿着长江走到这儿来，然后整体迁移到这儿来进行继续的大学学习。李庄这里有非常多的历史和故事，整个这个区域你如果追溯的话，有人类居住的时期可以追溯到上古，因为整个宜宾这个地区啊，它就在四川盆地的边上，它西边是山地，然后东部是平原，整个这个区域四季分明，雨水充沛，非常的安逸。而在这安逸的1000年的历史里，又发生了非常多的故事。李庄酒的历史呢，其实非常早，在人类的这个白酒史上，李庄可能能排进前3。人类的白酒史，李庄有5000年的酿酒史。哇！喝点水。哦，这是水啊？茶嘛，茶，来。哦，我以为一人倒了一杯，吓了一跳啊。没关系，酒可能用那个厂，我这个人倒的，你来了嘛，肯定喝点茶嘛。您就是李庄人吗？我是重庆人。哦，你是重庆人。这个重庆人跟宜宾人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们大同小异，因为我们都是码头文化。哦，宜宾这不是它在长江上游嘛？啊，这里下去200公里就是那个200多公里，长江就200公里就是重庆。然后因为码头文化，重庆是当时最浓的，然后宜宾呢是万里长江第一城，然后它码头的初始第一个码头，再上去就没有了，上去全是金沙江。金沙江它就那个水流很湍急嘛，就没有那种大型码头。然后真正长江航运就是从宜宾开始，所以码头文化跟我们重庆是非常接近的，连吃的东西。包括什么火锅、水煮鱼，它都是这个应运而生的。因为在历史上，这个码头文化很多的纤夫啊，底层劳动人民，他那个长江上湿寒很重嘛，那酒它就是在一定程度上，它就能够排湿排寒。李庄这里呢，在几千年前，它叫我们民间叫酒窝子，几乎是家家酿酒。那你看这是我自己写的《李庄白酒赋》，上面14句话里面有11个名人轶事。11个李庄，发生在李庄的这诗酒绝对是第一绝配。要不要我？你给我讲讲，夷其金屋好不醉，这个是一个故事典故，全典故。梅贻琦曾经清华大学的校长，他当年来李庄拜访梁思成跟林诗音还傅斯年的时候，他就喝了这个酒，他就惊呼这个酒又好又喝不醉，所以叫夷其金屋好不醉。如果你拿去清华大学，他们就知道了。梅贻琦40年代的清华大学校长，还有校庆雷雨万人游，就是当时同济大学在建校35周年校庆45还35周年的时候，他们表演了雷雨这么一个雷雨很出名的这么一个话剧嘛，
同时据说是有1万的学校师生啊，包括旁边邀请了有上万人的师生，一起共饮李庄白酒，然后尝试泪又有莫共沾巾嘛，就是一种是吧？就是在校庆的时候，就是大家喝醉了，总会有些人什么，就这种肯定把自己用酒把就是这个衣服。这个赋是您写的？我写的，下面填我的名字电话。哦，明白了。我没的电话。不是我特别好奇，你说这李庄白酒这么多年历史了，完了之后，这个李庄出名是因为李庄主动接了他们，那为啥您这赋里面一个当地人的故事都没有？是这样子，李庄它本身本地人出名的很少。不是我建议您啊，我就是老写这些知识分子没意思啊。我懂。你说你这酒啊，最贵的多少钱？98一斤。268。啊，最贵的268一斤。就知道这些人的这帮知识分子的这些人啊，他也不喝你酒，谁给他喝这酒他骂你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还是普通人。你得那李庄当年这些人供出那么多粮，供出那么多酒，接这帮人，那当普通人的故事我们一个都没看见，是不是？那是80年了，80多年了嘛。对，80年的事。对，但就这几个人，就翻来覆去这几个人没意思。从亲民的角度的确要这样子，但是我后面我要李庄白酒赋2吧。对，你再写个2。对，专门讲本地的故事。1937年77事变之后，许多大学生投笔从戎，报国捐躯。日寇侵华也将目光盯上了中国的高校。为了保护我国教育和人才的火种，1937年11月开始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开始西迁，中转长沙至昆明，成立战时西南联合大学。上海复旦大学1937年先转江西庐山，南京大屠杀后为确保学生安全又转贵阳，最后到达重庆北碚。上海同济大学1938年先辗转至昆明，后因1940年日军对昆明进行疲劳轰炸，学生校舍被毁，学校向四处求援，请求接纳学生，延续办学。这时李庄32乡绅代表全庄居民主动发来电报，电报共计16字：同大千川，李庄欢迎，一切需要地方供给。就这样，同济大学迁往李庄。当年的李庄仅是一个安静的小村落，庄里居民拿出祠堂宗庙来安置学生上课，他们的名字鲜有人记得，但是他们的付出保留了同济大学的师生。哎呦，这人呀！哦，啊，您这功夫了得啊！这个就时间的沉淀，这几个里练的。练的啊？对。啊，左手举着，右手刀。哦。这个就是技术。哎。刀工。这个如果煮火锅，永远是烤的那个。这个的开水效果，中大火煮到20分钟，完了再改中小火煮40分钟左右。具体煮的时间还是要根据你本身肉的肉质。这就是凉水煮，而且饲养周期在8个月以上，280斤以上的那个肥山受切的肉。我这调料啊，你本地那个调料，蒜味儿也好吃。哎，这个的蒜泥本地地方口味那个蒜泥味哈，那入口就蒜香味浓厚，但是它不带一点油水，吃起就清爽爽口一点。您是李庄人吗？李庄的。哦，您就是李庄人啊？对，本身就是李庄人来，土生土长的。老人有跟你讲过抗大的事儿吗？都有。当时抗大来了12000多人，整个李庄才3000多人，你想一下那种概念。而且他们来了，我们的9宫18庙那些全部腾出来。你要特别是在以前那个封建年代，能够把这些拆出来，
就是很大一种度量了，包括就是说思想上也是一种很开放性的那种接纳了。那就把祖庙拆了，当那个教室啊？对，完全是一种包容、容纳和接纳的一种心态，不是说看到他们多少人以后，希望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回报那些的都没有那种概念。宜宾人都这样啊？对，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。过去这白肉是谁吃？就是普通人也能吃上吗？过去这个白肉，普通人也能够吃上。最早的话都是民间啊那些就在自己家里面，供了神啊那些拿来就直接就片来蘸水就吃了。那您这个怎么掌握了这个刀的角度？这个主要是要刀快、刀平、手稳，完了凭据手上那个掌心。我那个几个手指那样子控制这个刀的平衡摆动。谢谢您，我们进去吃了。好，欢迎。吃口这白肉啊，看人家师傅说了，这肉啊，其实就是用的这个猪屁股上的肉。吃的时候啪这么一卷，啊，然后蘸一下这个，哎，然后尝一下，哎，我去，为啥说这好呢？这巴氏呢，而且，哎呀，它就是猪的屁股，它拿水那么一煮，再给它片薄了，这么下来，这么薄的一层，薄如蝉翼。入口的时候，这个瘦肉啊，嚼的时候有肉香，蘸着这个辣酱，然后这个肥的地方在这儿，啪划过，啊。这个感受太不一样了。你想这个猪屁股，你如果是抱着这个猪啃，就没有这样的感觉。为啥说这个事儿它就是叫润物细无声呢？它就是它薄啊，你看它。这猪屁股太美妙了，我要试这个。这个辣，这个蒜蓉的酱，我觉得吃的还有点啥呢？一入嘴辣舌头尖儿，它这个蒜味挺冲的。我试这个红油的，把这个碗接一下，红油香，就它又让我想起了大腕里葛优抱着那个碗响关之琳的那个感觉。当它靠近去的时候，薄的。哎呀，轻轻地挥了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在林徽因跟梁思成两口子生活的地方怀念徐志摩，是一件特别魔鬼的事情。好吃，太好吃了。油香四溢。吃完这个，再入口一个笋丁。3秒，哇，这个笋也好吃，特解腻。我觉得像这几个菜其实就是普通的家常菜啊。哎，我觉得我们这次来拍的宜宾的这些食物啊，基本上都是普通老百姓吃的东西。那比如说这个燃面，那就是码头文化，这个码头工人干一宿活，早上起来吃那么一碗燃面，这面又硬，是油又重，一打火它都能着起来，这叫燃面。辣椒料贼足，吃到后心发汗，然后再来口白酒，咱回家睡觉。然后那这个白肉它也是，那这白肉这是可能是当地的有点条件了，那才能吃上这个。而且原来它叫裹脚肉嘛，后来这个知识分子来了，就给它改名了，叫李庄白肉。
其实就吃饭来讲，那我们现在是所说的，比如说什么鱼香肉丝啊，然后包括涮毛肚啊，就这些，把我们常见的，就是非常普通、非常市井的菜，然后搬到餐桌上，这个其实是从那会儿开始第一步。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，如果看李庄，那只看到当年来这儿的那几个知识分子，那这事儿就没意思了。那当年那也不是说人家家闲的蛋疼啊，完了之后这猪多的吃不下，那会儿也是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愿意无条件的接受整个那么多的学生搬到这里来，然后他们这儿就当地的这人能把这个祖庙拿出来啊，改造，然后给这当地的学生当教室，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付出和牺牲啊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寻找到当年的这些故事。当然后面又发生了很多的历史事件，发生了非常多的社会变迁，但是当我们回头去看李庄的时候，如果只看到李庄的几个知识分子，其实是非常不公允的。所以刚才其实这个白酒那老板那儿啊，他这个赋说了大半天，那听来听去的，我就听得就有点不耐烦了。啊，这翻来覆去就那几个人，没啥意思。但是说白了，那几个人现在大家能提起的，能说上的也不多。但是其实当我们走到这儿来，我们来看这个时候，尤其是从这个叫烧鸟窝啊，尤其是从烧鸟窝过来，想着当时村里大妈呀，就这些人的这个形象，你会觉得其实当地人他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他就是非常的善良，非常的温和啊，然后大家就是非常的安逸的那种生活状态和那种心理状态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应该让我们去关注和放大的。哟，这水可是够急的！我呀，还挺深，我去，不是，下一个台阶就深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在宜宾啊，在岸边采这个江水，每天的位置都不一样。涨水的时候得到前面台阶那儿，这2天又到这儿了。这下面这应该也是一个广场的柱子，而且在这边非常的安逸的一点是啥呀？这当地人啊，你看了吗？好多来游泳的，这每个人啊后面绑一个这个漂浮，他们当地人管它叫跟屁虫，绑一个就从上面就往下游了。他们管这种游法叫什么呢？就这叫随波逐流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这就是宜宾晚上的生活，太惬意了。哎，你看跟屁虫，跟屁虫。就这种夜景，真的就是夕阳西下。哎呀，在宜宾这江边上，每天晚上都是一个巨大的啊，可以随意休息的 party 啊，这。当地人可以在这儿划皮筏子呀，弄这个跟屁虫啊、游江啊，各种各样的游泳。所以在当地为了保证安全，沿着江边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保护他们的救援队，有街道出的，有警察出的，还有这个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队。所以我们到这儿之后联系了这当地的叫蓝豹搜救队的人，我们跟他们一起坐上这个皮艇啊，看看他们每天在这儿是什么样的。哎呀，今天麻烦你们了。这扣水一定要扣好，水比较乱，水急。你这个要放完哦。全部要放开，你看嘛。就我胖呗？不是，袋子只有这么长，这袋子做小了。谢谢你啊，你太给我面子了。
我们每天巡逻的大概面积有多大？一般就是说，我们从铁桥一直到长江桥这一区域。哦。主要还有就是三江口、河江门，还有北沙湾那个临港北沙湾吧。你们每天巡逻多久啊？2个半小时左右吧。就晚上这会儿。对对对，主要我们全部都是志愿者嘛，各行各业的人都有。哦，你们都是志愿者？对对对。你是干啥的？我是酿酒员工，然后也是一名退伍军人嘛，退伍不退社吧。哦。还乡不退伍。哟，这还真有油的。对。哇，老爷子累了。他有时就没有带那个救生装备，像这种情况就怕的时候，万一抽筋了，然后就没有急救的器材嘛。现在三江口，水域环境好了，现在你看滑桨板都越来越多了，现在，但是也危险，特别是前2天涨洪水的时候，那水流急得很，而且河中间漂浮物太多了，什么树丫呀、树枝这些多得很。天黑了，注意安全哦。哦，那边也有人啊。对对对，这就是北沙湾，来这里拍晚霞、落日的人特别多。你看那晚霞挺美的。嗯。你看我身后啊，这边是金沙江，这边是岷江，在这汇成一股，就在这儿，真正的长江从这儿开始了。开始啊，开始了。好，这救援队啊，他们每天这个义务劳动完之后，这些志愿者啊，都会一起凑一块儿出来吃个饭。所以啊，听说他们今晚上吃烧烤，我呢这回去收拾了一下之后呢，我就过来打算来找他们了。就是他们在这儿当地吃的烧烤，那肯定是最地道的烧烤，我过去看看。这是花生面。这是花生面啊？对，花生面。来点辣椒面吗？来，你刚才过来我都没认出你来，你一脱那个衣服，衣服一脱啊，对，这是啥呀？这是肥肠。这是肥肠啊？对。哦，好了，来，你们都吃，来，好，哎呀，哦，蘸一下。对，宜宾烧烤嘛，必须得蘸一下花生面，还有辣椒。哟，这个肥肠超好吃，脆脆的，香香的。哦，你知道他这边吃，你看就得蘸着这个辣椒跟这个花生面，又有花生的香，又有辣椒的香。哦，太热了。所以你们3个都是志愿者？对，我是之前都在北京，我才来这边不到1年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这是啥呀？羊肉还是猪肉？这怕应该不是鳖筋肉。啊，对，这是鼻筋儿，这是猪鼻筋儿。这把不是鳖筋肉，这把是鸭皮哦，鸭根儿。啊，这是鸭梗啊。鸭梗。哦，这是鼻筋儿。鼻筋。哦，鼻筋儿来了。这个可以尝一下。如果说烤焦的话，挺香的这个。鼻筋好嫩啊。
，Q 弹，然后油油的，啊，就是这边吃烧烤会把这个猪的部位拆得很细啊。哎呀，尝尝这个，在这苕粉，哎呦，哎你看这油滴的，哎呦我去，这是臊子宽粉啊，啊你看这油滴的，它能不香吗？不行，我得再来一口。不是这个，好吃的就多吃点。哇，不是这太美好了。黄猴啊，黄猴啊，来，黄猴来，来，挺深着的。啊，你干这么多年，遇到过险吗？遇到过，昨天嘛，前天就遇到过。啊，刚遇到。前天，他是就在那个刚才我不跟你说那个北沙湾那个地儿吗？他是两夫妻在游泳，然后突然有一个浪把他往外推，他们就游不回去了。然后我们刚好在那里巡嘛，然后就把他带上岸了。哦。你像前天是在涨水的时候那里，那时候涨水嘛，水外面的水，河中的水是比较湍急的，然后他们有个浪子一来，把他们往外打，往外推。哦。然后就把我们推到外面去了，他们就往外游不回去。还真有啊！有啊，还有些都是体力不支的，还有，游不回来，体力不支嘛，我们得帮忙，看见了都去救啊。那，所以在江边，我看在江边不光有你们，好像还有带胡袖章的。对，他是应急的街道的应急救援。就是有紧急的人都会在那儿是吗？宜宾现在不止我们一个救援队了，另外还有。怎么大家都乐意干这个？什么？为社会做贡献呗，乐于助人。不是，这是真，不是我真的。真的。我们南报队里面嘛，现在所有的人，包括队长，就是总队长也好，现在90多个人，没有一个人领工资。都没有工资的，我们都是志愿者的。你看我今天我穿那一身，全是我自己出钱买的。自己买的。就是乐于做这事儿，知道吧？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事情，肯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，但是他能特意腾出来时间来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，还是挺有意义的。特有道理，特有道理。其实就是时间最重要，时间。时间最重要。时间没有安排不出来合理的时间的话，你想做啥？你就是很小的公益，你都得去花时间、花心力去了。象家坝的那个水库，它一到晚上发电量变大了之后，这个水位就会抬高，有可能1米、2米。那个时候游客他们根本就不知道，很容易出事故。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人口在这里玩的人太多了，主要是。这是干什么工作了？卧底自己干。开小店的啊，自己开店的。哎，到下午没事了，然后就出来当志愿者嘛，就这样子。哦。我四川都没出过这么大了。人家都说古话说的少不入川，还有老不怎么。不是，搞忘了，我搞忘了。不是你出没出过意义不大，因为你出去发现哪都不如家。你就以这儿为中心，方圆2000公里，你往国外跑，没有一个地方比这儿安逸的啊！没有一个地方比这儿安逸的啊！你们倒是试了一下啊，我们都试了一下啊，都试了啊，对，啊。哎，我再吃个这个。哎呀，这个宽粉太好吃了，油脂的快感。哎呦，哎，这今晚上就3连了，让我就。太好吃了。坦白说啊，我在宜宾啊，不光见到你们，我见到很多人，大家都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让我很意外。我觉得，哎，这个城市怎么这边人都这样？啊，就是我会有这种意外感，
你看我头顶上带了一个锅，然后呢，我到了这个村里去啊，这个老人就配合我说电影里的台词。看到白白的猪猪。这老人也没觉得好像我有多大病似的。然后你看这个，我们去李庄，那这李庄当时收这个联大这个事儿，那大家都知道，就是，所以我会在想，哎，这是这个区域的人一个独特的一个特质吗？啊，这个我会有这种想法，对，可能是我们这个地方生活太安逸了吧。但是每年这条长江，应该每年要带走可能好几十亿百条生命，每年。就在这边。就是旧金沙江到长江这一段。哦。每一年。每一年。每当救了一个人之后，都比较有成就感。感觉自己还是比较有意义，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哦。明白。那你现在每个星期都过来？对，每个周都过来，一周来2天。看大家，我都是他们提前跟我预约。哦。目前来说是下个周就安排好了。那每一个来这儿的人，都会让你当地的这些人去配合，大家这当地村民都愿意配合，很配合。都是村民一般原因是因为淳朴，内心很淳朴，很善良的，能够接纳我们远道而来的客人。这是我们宜宾人的就是一个风俗嘛，就大家都有个这个很淳朴的心，都没坏心眼儿的。既然你们来了，我们大家欢迎，都是带着这样子一个态度去接纳大家。所以你愿意相信，我就陪你一起疯，一起相信他。你们宜宾人真好。平时你这边感受到一些宇宙的信号没有？这么热吗？如果没有感受到的话，你就再走宜宾的其他地方再去转一转吧。从长江源头一路走下来，在那天的夜里，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渺小感。在宜宾的那一刻，长江不再是源头的那一滴水珠，而是一个宏大叙事里的形象，它让我觉得渺小，甚至有一些自卑。宏大叙事面前的我们，每仰望星空时，鼻子和眼睛总是有一种莫名的酸意，让我们想流泪，但又让我们激动不已。可低下头的时候，身边人的温柔更是一种滋养与鼓励。我愿意陪你疯，在宏大面前，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善良与温柔，让我们有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。或许只有这样的温柔，才值得拥有这样的宏大。长江吃饭故事，宜宾结束了。长江吃饭故事，咱们下一集重庆见。それが東京。他们生活挺魔幻。老铁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我操！泰国人回国求的是什么？可以赚大钱。All out of this machine. All right. 都是穷人，我也是。他这些大牌都是从哪买的？是人头一双，就往贵了吹啊！哎呀 ，fucking shit！ 谁骑在狮子身上？哎，跟没兄弟们，我早想回家了。希望天要台湾了，不要台独了。